韩国重新考虑对乌军援，普京声称俄绝不可能失败。北约新秘书长已确定美国计划征兵女性。俄罗斯首次动用3吨制导炸弹，土耳其大量制造无人战斗机，爱沙尼亚购买12套凯撒火炮。6月1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突访朝鲜，受到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恩的热烈欢迎。然而，仅仅1天之后，根据罗马尼亚政府官方公告，罗马尼亚就和韩国签署了价值9.2亿美元的火炮采购协约，包括50辆 K9 和30辆 K10。这意味着又一个东欧国家被韩国武器所武装。之前波兰和爱沙尼亚都曾大量采购过韩国武器，没想到这一行为立刻把俄罗斯惹火了。因为之前韩国就曾通过转赠的方式向乌克兰提供了40万发炮弹，解决了乌克兰的燃眉之急。如今韩国又向东欧倾销武器，这些火炮是不是会成为俄罗斯的障碍呢？俄罗斯总统普京之前就威胁过，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个非常大的错误。我希望这不会发生，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也将做出适当的决定，这可能会让韩国现任领导层不太愉快。所以这次普京访问朝鲜就是为了和朝鲜结盟，借此给韩国一个下马威。当然，韩国自然也不是没有一点反应。6月20日，韩国总统府国家安保室室长张浩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为应对朝俄新的军事合作协议，韩国将考虑是否要为乌克兰提供致命武器。韩国武器大多采用北约标准，而且和美国的技术层面合作较多，其武器性能虽然和美国竞品存在一些差距，但胜在更加便宜，同时发达的制造业也让其交付更快。可以说，韩国的军工制造能力已经可以同北约老牌防务公司抗衡，比如洛马和莱茵。比如前几天在欧洲防务展上露脸的天5火箭炮，其性能和美军的 M270 不相上下，可发射从131毫米到600毫米的火箭弹，最大射程可达80公里，可通过 C130 运输机运输。2022年，韩国又推出了对标美军陆军战术导弹的 CTM290 天5战术导弹，射程可达290公里。虽然性能稍逊，但每套天5的售价仅需294万美元，而 M270ER 则需要434万美元。同时，韩国还有对标凯撒的 K9， 对标爱国者的天宫，对标豹2的 K2 黑豹，基本上乌克兰需要的韩国都能造。可想而知，如果北约把援助乌克兰的钱交给韩国，再由韩国生产武器送给乌克兰，那现在乌克兰手中的武器起码还要翻一番，战争的天平有可能会就此倾覆。所以说，普京这次和朝鲜联盟不一定是一步好棋，因为朝鲜为俄罗斯提供的非常有限，除了基础武器，很难为俄罗斯提供战争所需的关键设备，尤其是电子战系统。而且本来韩国是不想和俄罗斯撕破脸的，对乌克兰的支援也一直遮遮掩掩。普京这一下子直接把韩国彻底推向了乌克兰。和朝鲜不同，韩国几乎能提供乌克兰急需的大多数装备。一旦这件事定下来，恐怕远在基辅的泽连斯基都能从梦中笑醒了。自己啥也没干，普京总统又为乌克兰送来了一个坚定而又强大的盟友。面对陷入泥潭的俄军以及北约层出不穷的支援，普京虽然是有些上火，又熟练地打出了核威胁牌，然而这次他的意思却格外的明确。在6月19日，普京在河内告诉记者，俄罗斯已经改变了其对核武器的使用规则，即只要俄罗斯联邦认为该国处于危险之中或受到威胁，就可使用核武器，包括先发制人的情况。对此，普京解释，他认为俄罗斯的敌人正在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门槛。之前大兵报道过，北约正准备改变核武器的备战状态，因此普京的这一表态被认为是对北约的回应。那有的观众会问，啥情况才能算俄罗斯处于危险之中？现在俄罗斯在哈尔科夫挨打，不会明天俄军就扔核弹吧？关于这一点，普京在之后也补充道，如果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失败，就意味着俄罗斯国家地位的终结，俄罗斯将战斗到最后。言下之意就是，如果俄乌战争失败，俄罗斯将国将不国。所以如果俄军出现大规模溃败，普京就有可能动用核弹。然而前年乌军大反攻，俄军被赶出哈尔科夫和赫尔松，也没见当年俄军动用核弹。之后俄罗斯又将核弹标准降低至北约武器出现在俄罗斯境内，结果今年美国解禁对乌武器限制，海马斯和爱国者都达到了比尔格罗德，俄罗斯又不敢打。
现在普京一边说着只要俄军失败就用核武，另一边乌军在沃夫昌斯克高歌猛进。不得不说，俄罗斯的核弹红线实在是太多了，都排成一条红毯了。值得一提的是，前几天普京在接受土耳其媒体采访时还声称，想在乌克兰战争中击败俄罗斯是不可能的。6月20日，有视频证据表明，乌克兰军队夺回了沃夫昌斯克东北部的几个阵地，并沿着沃夫昌斯克北部的索波尔纳街推进。目前沃夫昌斯克的消息依旧鱼龙混杂，但可以确定的是，俄乌双方都没有完全控制市中心的骨料厂。同时，俄罗斯开始加大对基涅的攻势。之前乌军占领了基涅的一片区域，如今俄军可能是想稳固基涅的局势。该地区位于沃夫昌斯克以东，谁能控制该地区，谁就能从侧面夹击沃城。同时，在利普奇和赫里伯克，俄乌双方也爆发了战斗，但结果并不清晰。而在库皮扬斯克，根据第3突击旅的说法，俄军貌似在积蓄力量，这里只爆发了零星的战斗，战线并没有变化。而在西维尔斯克、恰索夫亚尔、阿夫提夫卡以西，俄军仍在取得进展，尤其是恰索夫亚尔，俄军按照之前的规划，在北部加大攻势，已经进攻到运河边缘。这里乌军缺少房屋作为掩体，面对俄军的机械化攻击，可能不太好办。现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自2014年就任以来，已2度延长任期，本届任期定于今年10月结束。关于斯托尔滕贝格的继任者，之前有2个有力人选，分别是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以及荷兰首相吕特。但6月18日，荷兰媒体证实，约翰尼斯将退出竞选北约秘书长，这使得候选人仅剩下吕特一人。同时，这段时间吕特也已获得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和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的支持。在此之前，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对于吕特继任北约秘书长一直保留态度。北约秘书长提名需要获得全体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可通过。吕特现为荷兰看守政府首相，将在荷兰新政府正式组建后卸任，是接替该职位的热门人选，已获得美、英、法、德等国支持。长期以来，吕特一直对俄罗斯持批评态度。早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时，吕特就一直推动欧洲对乌克兰的援助，并表示莫斯科在战场上的失败对于确保欧洲的和平至关重要。在2022年9月，吕特表示，如果我们现在不阻止俄罗斯，他就不会在乌克兰停下来，最终这场战争的规模将会超过乌克兰。在他的领导下，荷兰已将国防开支增加到北约成员国所需 GDP 的2%以上，而且向基辅提供了 F-16战斗机、火炮、无人机和弹药，并大力投资自己的军队。在他任职荷兰首相的最后几个月，他还与乌克兰签署了一项为期10年的安全协议。6月19日，《纽约时报》报道称，国会正在推动将女性纳入草案，以解决美国武装部队的军事资源短缺问题。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于6月14日批准的国防授权法案，包括修改法律，要求女性登记参加征兵。美国目前实行志愿兵役制度，但大多数18至25岁的男性必须登记参加征兵，否则可能会受到处罚。这是为了时刻准备在战争爆发时，国防部能够掌握潜在的兵力。这份草案是在越南战争期间设立的，而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将妇女纳入征兵的想法，以应对自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结束以来现役部队人数的下降。根据最新的报道，只有不到1%的美国成年人担任现役作战部队。一个军事专家小组在2020年建议将女性纳入草案，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纽约时报报道称，虽然该法案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的可能性很小，但它表明目前美国的兵员紧缺问题已经严重到让国会重新考虑。现在这个问题在世界局势愈加复杂的情况下愈加的危急。自2016年以来，女性已经能够担任美国军队内的所有军事职位，并且相当多的议员支持将女性纳入征兵。即便共和党多年以来一直强烈反对这一点，但现在这种观点开始松动。6月20日，俄罗斯空军首次动用3吨重的航弹攻击哈尔科夫州的一栋建筑，然而这枚炸弹炸偏了，俄军的目标毫发无伤，反倒是4座无辜的民房被夷为平地。俄罗斯前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在2024年3月访问期间首次宣布批量生产 FAB3000M54， 这是一种重量超过3000公斤的重力炸弹，可以通过 UMPC 改装转换为制导滑翔炸弹。俄罗斯人称其为大杀器。然而该炸弹虽然重达3000公斤，但有效的战斗部仅仅含有1400公斤的 TNT 炸药，同时其过大的体积也使得该炸弹的携带难度非常之大。俄罗斯消息人士透露，长期以来俄军一直在寻找能够
携带该炸弹的俄军战机。同时，这次 FAB-3000的首次亮相也证明该炸弹的精准度有待提高。虽然其巨大的威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精度的不足，但这次屹立不倒的建筑物也能说明过差的精准度导致该炸弹的毁伤能力极度的不确定。6月20日，土耳其媒体报道，土耳其国防公司 Beker 计划每年生产12架红苹果无人机。这种无人机采用 AL322F 涡扇发动机提供动力，这种发动机由乌克兰提供，能够为该无人机提供超音速巡航的动力。这种无人机还有隐身能力，能够在内部弹舱内携带武器，同时红苹果还能在机翼下挂载6枚导弹。该系统将用于土耳其两栖攻击舰 L400 阿纳多卢。虽然名叫两栖攻击舰，但其设计更像是一艘垂直起降航母。该舰船甲板上还有一条滑跳起飞甲板。目前红苹果无人机已经能够在该舰甲板上起降。如果未来土耳其的无人机技术继续发展，搭配大量的喷气式无人机，可能会使该舰成为一艘无人机航母。2020年2月，在佛罗里达召开的美国空军会议上，埃隆·马斯克表示 F-35和类似的第5代有人驾驶战机将来不会有机会对抗无人机，未来将由无人驾驶飞行器组成。美军认为到2040年，美国至少50%的攻击机将由无人机组成。法国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努于6月18日证实，与亚美尼亚签订合同，亚美尼亚将购买一批凯撒自行火炮。不过关于具体数量他并没有透露。在这条消息发布之前，他刚刚完成了和亚美尼亚国防部长苏伦帕皮基扬的会晤。除了亚美尼亚，另一个东欧国家也在近期购买了凯撒。2024年巴黎欧洲杯期间，爱沙尼亚国防投资中心与法国国防采购局和国防公司 KNDS签署了购买12辆凯撒自行榴弹炮的合同。爱沙尼亚官员指出，这些6x6底盘的凯撒榴弹炮将被纳入爱沙尼亚陆军新成立的第3自行火炮营，直接隶属于爱沙尼亚师。第一批凯撒计划于2024年底交付给爱沙尼亚，其余将于2025年年中交付。由于俄乌战争中的表现，凯撒自行火炮成为欧洲防务展的热门装备。由于无人机和快速的反炮火雷达的大量运用，对火炮的生存机动性提出了重要要求。凯撒火炮完全由电脑控制，结合制导系统，可完成全自动运行，可在2分钟内完成从部署、发射3发炮弹到撤离的过程。从2022年5月起，法国向乌克兰提供了30多辆凯撒火炮，该火炮能够发射美制 M864 型集束炮弹，每发炮弹可以撒出72颗类似手榴弹大小的子炸弹，一次精确瞄准的集束炮弹7发，足以歼灭俄军一个排的部队。其射程不仅超过了俄军152毫米榴弹炮的射程，而且被证明其射击非常精确，往往它发射的一发炮弹就可以准确的命中目标，这让俄军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